川普14号要去大陆，14、1536个小时，哦，这个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还要睡觉啊、吃饭啊。那本来3月底要去，那个时候是2天还是3天了啊，现在缩短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还是很重视他们的安全，老美是很重视安全的，哦，所以呢，美方的先遣人员就到了北京了。那先遣的特勤车辆都到北京去，美军的特勤车到北京啊。其实理论上到北京应该是很安全才对了啊！北京怎么会让川普出事呢？你想想看啊，出事而且北京多丢脸啊，对不对？哇，北京让美国总统居然出事，很难交代。所以理论上讲，美国的这个中国大陆啊，对川普去应该是部署啊，安全应该是没问题。但是美国还是要自己的部署啊，这不稀奇。我告诉你啊，我当环保署的时候到巴西参加里约热内卢的地球高峰会，那个时候呢，这个我跟美国环保署长那边见面。哦，美国环保署长跟我们见面，我跟他见面，那我去看他了啊。他住在里约热内卢的希尔顿饭店，我一个人就这样去了，我连水壶都没带啊。一到那个旅馆门口，因为美国代表团在那地方，副总统带队，吓我一跳啊！整个旅馆被他们包下来，前面装甲车、飞弹都架在那里啊。这我一个人就跑去了，当然也就见了，在旅馆里就见了。所以他们的巴西当然很混乱了，但中国大陆理论上不需要这么严重哦，但是他们这个部署的非常的严密哈。那这次跟川普去的有黄仁勋跟库克都跟着去了，因为美国希望卖中国500架波音飞机，说中国已经很久没有买美国的波音飞机了。第一方面中国自己会做，第二个可能买法国的哦，所以呢空中巴士，所以没有买美国的。那现在呢，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昨天传来一个对川普坏消息，川普原来不是什么对等关税，被法院裁判这个违法违宪，那后来就要加10%，根据122条款什么301啊等等。昨天贸易法官又说违法不行，不过他这个因为是个别公司去告的。哦，比如老沈去告，我去告，哦，这个吴将军去告，个别公司，所以这个别公司赢川普输，并不是一个全面，但也许会引起其他公司也就跟进了，因为美国很重视这个判例啊，而且至少对川普来讲是打脸了，难看嘛，对不对？你都法院都不同意你，贸易法院了哈。那另外昨天我刚刚讲，美国参议员川普的好朋友去看李强，大陆国务总理啊，他说台湾问题是第一条红线，不能跨越这个红线啊。那另外呢，这个陆委会副主委说，我们有2个公务员到大陆观光，深夜被大陆敲门。哦，这2个公务员呢，这个是什么？一个是关务署的科员，一个是移民署的官员。哦，所以要问他一些问题。哦，而且盘问了2到4个小时。所以梁文杰说，以前比较多的是海巡署、移民署、地检署检察官。哦，结果现在连关务署，就是财政部，都被询问了，所以就是这个公务员大家都要小心，意思啊，手机要清干净啊，等等哈。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人事总处发函给公教说，你们呢如果没有拒绝你没有大陆的户籍，就不能禁用哦。那很多公务员就很气啊，你把我们每个当共谍啊，什么意思啊？那他们又说不是啦，只有新出任的跟调任的要。刚考上这个高普考的啊，特考的，刚来当的，或是呢要调职的要。其他不用哦，但是呢，有像这个吴昆才教授就不肯签，他说你把我当成贼啊，为什么我要签哦？所以拒填啊。那另外呢，这个也有很多这个立委也说，你这样说话是违反我们的宪法，违宪。我们看一下。车窗贴着深色隔热纸，车牌还挂有美国政府英文字样。美国特勤局重型装甲休旅车被大陆网友拍到，竟然现身北京街头。预计14号、15号登场的川习会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先前还有人发现运送美国总统川普坐车的美军运输机现身在北京的天空。新闻平台 Stanford 的独家消息指出，川普邀请包括辉达、苹果、艾克森美孚、波音以及其他大企业执行长陪同出访中国，其他还有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以及 Visa 的高阶主管。美国媒体报道，白宫计划邀请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苹果执行长库克等多名美国科技与金融巨头同行，显示川普希望借由签署投资协议，替自己的政绩加分。We've done very well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t's going to be, I think, quite amazing.
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前，川普先派出好朋友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团访问大陆。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谈中，除了强调中美应加强沟通外，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川习会将碰触哪些议题尚未可知。《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由于美中在 AI 的竞争等同新形态的军备竞赛，因此双方考虑将 AI 纳入川习会的议题中。不过，大陆外交部并未加以证实。刘志翰。我想川习会绝对会被定义成一个大国对话，但是在有限的这个冲突之下，高度的合作的一个趋势哦。我们可以看到与会的这些大头，都是一些科技界或金融界的重要有分量的人士，所以其实是很明显的在秀肌肉，而且呢，在行前就已经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合作的意向产出，这个 Big Bill。包含了像是这波音500架，2017年以来已经都没有再跟这个中国没有再跟美国下这么样的大单，那是不是也可能在这一笔成交？现在也传出呢，这个波音的总裁也都会随行哦，所以这样子的大国竞争、有限合作的这样子合作共赢的基调，看起来是已经在正在谱写当中，所以我觉得两位领导人想必还是会各说各话嘛，因为这个川普出来一定会强调说他为美国争取了多少权益争取了多少大单，而习近平呢也一定会强调两方是合作的共赢，然后互不干涉。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又回到一个这个台湾的最重要的焦点，就是台湾的权益到底会不会牺牲？事实上呢，这个川普到底有没有提到台湾，我认为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不管他有没有提，他过去对于台湾的态度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对他来说，美国的利益绝对是放在第一的优先，所以呢，他现在以他的期中选举为考量，他要的是大单进来，大船入港，对他的选情有实质的贡献的，包含了不管是农产品能不能再多买，然后呢，在这个关税的部分还有没有再谈的空间？另外就是采购的，像是农药、农业、工业还有能源这些多方面能够拉抬他选情的部分的这些订单，能不能够真的在这样的川习会当中奠定一个良好的合作基础跟默契？所以我觉得呢，在看川习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台面上说什么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事实上，川普对于台湾的态度，我认为在过去的期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了。还有另外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重点，就是其实双方对于这个军事上的冲突可以看得出来，都不是积极的，特别是在这个伊朗现在的战争的情势之下，美国急于降低它的各方面的军事的支出。那如果在这样子的这个意向上头，他会愿意为台湾付出多少？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预见的。那委员怎么看这个？他要部署安全，要部署到这个地步吗？因为他有暗杀的阴影，因为怕已经3次了，在美国，而且在美国的这个网站上面看到的是非常多。要威胁他了，威胁他孤狼式。在美国已经杀第3次了嘛？孤狼式里面还有很多是美国人、白人，所以其实 CIA 也好 ，FBI 也好，敢公布到媒体披露的非常少。他非常紧张，包含他太太、他的夫人啊。所以这次去大陆，当然中国大陆也不会犯这个天下大笑话。美国总统跑到我这里来，结果被人家开枪，虽然没怎么样，那中国脸也丢尽了。所以双方都用尽全力保护他的安全，可是，就美伊战争产生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可怕。他们在宗教的定义范围里面下了圣战令，就是说所有阿拉的子民，你都有义务、有责任要去做这件事。那最怕，其实 FBI 也好，所有大国的情报都最怕什么？最怕孤狼式的，就像最近这起暗杀。它不是组织有很多网络联络，讯息的传递，我会抓到你。抱歉，孤狼式，你抓都抓不住，真的怕这种事情，所以他现在很害怕。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大的格局来看吧，中国大陆也好，美国也好，他们的重要智库讲的有4个字是一样的，叫做战略稳定。我们双方追求是战略稳定，因此。台海之间也好，伊朗跟美国也好，发生持续战争扩大的可能性会下降。追求和平是获得多数的共识，因为我要战略稳定，稳定就是不要战争嘛，避免战争，降低战争的威胁。
和平我都欢迎。所以我们台湾追求和平，我们国民党追求两岸和平是正确的走法。你不追求和平，难道你要追求战争吗？追求和平的方法和手段非常多，非常多。所以我讲说，竞合关系是美国、中国大陆现在最佳的一个角色。我有竞争，我也必须合作。大陆也需要靠美国一些，美国也需要靠它，而对抗的味道会慢慢下降，双方互相取暖。可是中国很有趣，这是文化，我觉得这是东西方文化。中国人就很底气，我不求你，你来。川普一天到晚放话，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前面讲完，明天就说你中国不要来这一套，你乖着我要揍你，我怎么样？哎，中国大陆就笑笑，哎，你来我就应付，你要打我也不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所以到现在反而在美伊战争到现在，川习会变成中国大陆一手好牌。我是以静制动，是你急呼呼要来要延后要谈什么？哎，中国大陆就是那几个王毅那几个代表性的人讲，台湾是红线，你不要碰。台湾是我们衣服衬衫第一颗纽扣，必须要扣好，你不要把它解开。哎，就不软不硬的钉子一个一个出来。这些话，在美国你们看媒体，主要主流媒体，中国大陆高层放的这些话，美国都没有回应。美国就是赵先生讲的，叫各说各话。各唱各的调，大家雾里看花，你自己去看。可是最后的结果，台湾必然100%是成为谈判的要件之一。至于会不会怎么样，很难讲，会不会怎么样？但是一定是被提到谈判桌上来谈这件事。你要怎么样来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要防。所以我觉得刚才曾辉也讲，川习会台湾的角色，我们是应该要好好关注的，这才是重点。谨慎一定要谨慎，要关注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台船公布海鲲舰在潜航的状态下试射超雷成功。这超雷是不是还是跟美国租的哈？好像只有1年哈。所以赶快，都期限快到了。它这是第8次潜航测试，昨天有2枚超雷试射啊。那台船公布了它的记录影片哦，说成功了哦。那要等到下一阶段进行下一阶段的测试啊。那说呢，57秒这个影片哦，大家看得清楚，而且把雷都收回来了啊，看得到发出去的啊。那另外呢，这个马文君除了这个以外，马文君说。又是有水电商得标1950万的炸药，说到底有多少常进人啊？多少人赚国防的钱啊？说呢，这个国防部是不是放水？是不是开后门？说这个叫做宏伟科技，是马文讲的。他说没有军工、火药、化学防护的背景啊，那为什么能够这个得标硝基瓜这个火药啊？那军备局长说复合输出资格了他复合这个我们就买了那我们看他原来是做卫浴的，叫做这是另外一个之前的5亿9千万的国防部的叫旋风炸弹 RDX 海扫更那它是从 Royal Demolition Explosive 这个翻译过来的了哈。那它基本上就是它怎么卫浴专家怎么会得标呢？那他们说它不止它是装修公司，还是卫浴马桶主要进口跟修缮的厂商，这个标蛮大的所以到底怎么回事说他去年年底还增加了5金电子化学机械批发业务，之前也没做也没看到有这个业绩所以他们讲说，你看2022年的时候，高登当时200万资本额，小吃店前身就拿掉16亿5千万的快筛标案。2022年红狼生技资本额330万然后呢，潮州镇一个老旧民宅那边登记的，就拿到了3亿8千万的快筛试剂。2023年一个超市公司当时没鸡蛋，所以呢资本额50万，1人公司进口5亿元的鸡蛋然后去年呢福麦刚刚讲的资本额1200万，又拿到5亿9千万的这个炸药招标采购案那所以呢这个资本额不到2000万嘛，所以刚刚又提出来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那还有呢，台电新的 logo 昨天没讲，原来台电呢是有鱼肉刃的，说是鱼肉刃写的，那台电说不是，是仿，就是鱼肉刃的这个笔草书。那他现在把它改，说不要用这个了，要改新的，改成这样。那你告诉我，这个比这个好吗？见仁见智了啊。不过原来这个不错啊，说花了将近100万呢，得这个标，他得这个标，得了台电的标，花了100万更改了 logo， 从这个更改成这个，当然被立委拿出来骂。我们看一下。潜入海中准备发射操演专用鱼雷，成功射击后，尾部还拖着一条导线。这是台船公司再度公布国造潜舰海鲲舰礼拜3进行第8次的潜航测试的试射操雷画面，并且在海鲲号在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了2枚操雷，而试射后还要回收操雷，得先标定位置，再用吊件回运。因为依照之前在海军立法院答询，操雷在5月之后就要归还给美军，所以在操雷科目是所有测试的重中之重，而海鲲舰第8次的潜航测试，周3早上7点左右先出港，直到晚上7点半左右返回，前后历经了整整12个多小时。测试程序包括了测试起航、到达测试区域、备变射击、武器发射验证、操雷标定位置以及回收，这也象征交界前的重要测试科目取得了重大突破。还是要问黄舰长了，到底怎么回事？首先，我特别要讲一下啊，这个全世界都一样啊，不是说台湾，全世界都一样。大型的研发案，什么叫研发案？就以前没有，现在我们做一个新的东西，只要这个金额到达一定的比例以上哦，美国都一样，前90%都是顺利成功，一直都顺利成功，一直告诉你各种的进度好，然后最后5%、10%要验证的时候，最后水落石出的时候开始出现各种的问题，都是一样。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做官的要升官，做生意的要赚钱，他不敢讲出来。包括海鲲到今天还是一样，你们自己去查一查 ，Google 一下，就说传统潜舰、柴油潜舰的海试骑乘一次出去大概多久？几乎都是7天、8天、10天。我们到今天海鲲没有一次出去是所谓的过夜的，没有。为什么？你可以去想，那背后有很多的问题。而且为什么要几天？它也有很多的原因，这才是一艘能作战的潜舰，不是像这个样子。一般情况，潜舰出去多少天在海底？如果我光说一个，我举个例子，我们正常的海龙、海虎到底下我去潜伏3、4天不能上来，因为你越晚上来，就代表我藏得越久。你每天都要上来充电，那根本就不必了。就是潜舰的好处就是匿踪，结果你天天一下上来，一下上来，那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好小厂商，从来跟军火无关的，怎么突然做一个这么大的生意？因为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啊，这是一个长官跟我讲的，做军火3个条件 ：relation， 关系，完全就是关系。我举个例子，我今天如果我在好比说民进党的国安团队，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即使我不是民进党。我今天要来做一个生意哦，轻而易举。为什么？当我去标这个案子的时候，人家第一个想你是谁？你凭什么来标案？然后标到以后，凭什么我会赢？像所有买这些炸药，你怎么可能到国外去？一个外国的那些都有管制的，我为什么会卖给你这个炸药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国家会出具一些保证，官方出具一些保证，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军方要用的，这个军方是我们的非常发展，就是你要有关系，你没有关系，你什么都不必谈。所以你去看这些，不是他是什么伟大的人物，而是因为他背后认识一些伟大的人，这是一个。那第3个我特别要讲一下哦，这一次的军售，我之所以我研究了很久，我只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特别预算？特别预算通常是我们计划预算嘛，我们今年规划明年的。由于我没有办法预料到明年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会用特别预算。那个马政府8年2个特别预算，一个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他在2009编了一个5000亿，还有一个是那个风灾，他编了1200亿，总共是6200亿。蔡英文任内8年编了5个案子，是2兆7000多亿。赖清德到现在为止，第3个我们算他过好了，3个案子。也是1兆7000多亿，那为什么他要用这个军售这个叫做特别预算？因为所有的政府能够让他上下其手，最容易上下其手的，而且你完全没办法去查的，就是军购的特别预算。
你完全没办法查。你只要光看海鲲就知道海鲲出了多少问题。今天谁能够去查？那还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东西的。那后来你再去说一些什么网络的什么后勤的什么，那都是空洞的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只要这个钱编下去，就会花光，而且一般立法院根本无法讲。我不觉得特别预算有没办法查问题，因为特别预算一样是我们中华民国要受预算法的规范。它主要差别是，为什么国防要做特别预算？它主要跟一般预算两个差别啊。第一个是特别预算可以突破常规总预算的举债的一个上限，它可以一次编列比较大笔。第二个就是它一次把整个建案长周期的做好嘛。你年度预算每一年去编，它中间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希望除了跟对美军购一次要采购比较大笔金额之外，也希望扶植国内的军工产业可以起来，那厂商需要看到一个稳定性，他需要你看你政府长期的投入嘛，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政府采用特别预算。那当然讲回来，这一次这个刚刚提到关于开标的问题，那因为黄舰长，我想你们这个军方的人士或许知道一些比较多的消息了，但是说实在，你刚刚讲到 relation 这种。坦白说，过去这种风声外面传的到处都是啊。例如说马文君，我们知道他长期待在外交国防委员会。那其实过去大家也质疑说，马文君你为什么跳出来去，才是说海鲲号？你是为什么说韩国厂商不好？你说荷兰厂商不好？这里面是不是有 relation 问题？但说起来，这些都是风声，我们也无从考核起。那所以我觉得检视说，到底现在这个炸药的标案还有没有一个弊案？坦白说，我觉得任何人我们都反弊案，有弊端就检举就去查，让检调去办嘛。那国防部现在回应是说，包含之前讲的福麦，包含这次案子，第一个是说这个是公开的招标啊，他们就来投标嘛。第二个是最重要是他们有没有交货嘛？如果他交的货是有交到，然后是有通过最后的验收，那坦白说，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开标采购流程嘛。那马文君主要打的，我看他这几波打的都是说，这些人过去没有军工产业的相关背景。那我觉得如果只以这一点来立论，坦白说有点薄弱，因为本来我们说这一些业者他去转型，在国际上也常有啊。例如说日本的 TOTO 也是做卫浴的啊，现在转型到半导体赚很多啊。例如说我们台湾的 HCG 以前也是做马桶的，啊，现在做这个防弹衣的那个陶瓷板，它也是转型啊。那所以我觉得马文君如果他真的马立伟手上有掌握证据证明这弊案，就拿出来啊，你不要单纯只说人家以前做别的，现在转过来，那就一定有问题。来，叶律师，我觉得刚刚这个话讲的不太对啦。首先，什么叫做特别预算啊？我们如果回头去看预算法第83条，它只有在4款的情况是可以做特别预算的。第一个是国防紧急设施或战争，现在显然不是这个状况嘛。第二是国家经济重大变故，现在也没有嘛。第三个是重大灾变，现在依然不是嘛。第四个是不定期或数年一次的重大政事。好，你说国防采购，这能够叫做重大政事吗？好，那你今天其实本来我们每年就要做定期的国防采购，那就是放到一般的预算去就好了，干嘛要把连续几年的放在一起变成一个特别预算，然后去规避那个你平常预算的举债上限？这个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法律上就讲不通。那刚刚这个发言人去提到说这个有弊案，这个弊案就查，那我们大家想想看，之前的庆富案呢？办一办以后人到哪里去了？好，那现在民进党掌控了检察官的系统以后，只要跟民进党有关的案子，通通都不办啊，好，直接就签结啊。我们之前举了多少个例子，在疫情期间的口罩到最后没有了，疫情到最后也签结了，然后那些所有小吃店通通可以去做医材了。然后呢，地检署不是不起诉是签结，没有法律依据的签结就不办了。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检察官会办啊，检察官现在就不办。然后监察院在贵党的控制下，所有的弊案也通通不查。那请问一下，那弊案怎么样呢？你们现在就一副我现在权力在手，我案子我通通不查，然后我来控制检察官的人士，那这样台湾哪有什么正义而言，哪有什么司法独立而言？而且庆富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开标的。休息一下回来。